今天是确诊第5天，发烧感冒已经好了，可是盆骨连接处的刀脚一直在酸痛，这是请问什么事情？可能你躺的地方躺得太久，床太暖了，这可能是坐骨神经压到，所以可能你的地方，因为有什么生病过后，我们躺在床上，我们很久没有躺很久嘛，你躺5、6天了，可能坐骨神经被压到啊，你可以做一点舒展啊，就是说做 stretching 啊，或者是做一点 exercise 啊，来把这个坐骨神经的地方比较给它休息。或者是给它 stretching 一下，给它那个神经线没有被压到，因为现在可能你睡得太久啊，那个地方的 muscle 紧绷，你做 stretching 的话，把那个紧绷的 muscle 弄松的话，它就不会弄到你坐神经那边它就会 relax， 或者是看医生，他可以打一个止痛药给你把那个坐骨神经的那个 muscle relax 掉，它就 OK。你试一试看这2个方式哈。有气喘的人中 Omicron 需要注意什么？OK， 有气喘的人中 Omicron 比起中Delta 的话Omicron 会轻症很多因为它Omicron 有一个性质就是它是在喉咙，它喜欢住在喉咙，它不会住在肺部。如果是它住在喉咙的话呢，它不会 attack 我们的肺部的话，那对气喘的人就有一点点的我们讲 lucky 了哈。可是呢，它还是会引起了哮喘病的，为什么呢？因为咳嗽你咳嗽，你会咳嗽的时候，你会 trigger 到你的那个肺部的那个 muscle spasm， 所以呢，你还是要用那个 inhaler 你有气喘吗？你有用 inhaler 对吗？OK， 这时候可能你需要用 inhaler 比较跟着 doctor 的那个 prescription 你跟着他用，可能你可以用多一点点它可以reduce 你那个气喘病发作的那个次数，就是这样简单好，确诊第9天已经没有发烧，身体也康复了，可是肖特2条线还是 positive 吗？答案是不是了，所以你可以出关了。总之，我现在想的7天过后不要再 test， 直接去工作，直接去做正常东西就好了。如果你是有打疫苗的，我讲了，如果你打疫苗打了2剂，一次打或者打了 booster 7天，如果你是没有打疫苗或者打了1剂10天 ，OK， 不要再 test RTK， 一定会 positive 的，因为那个是 wider shedding 就是尸体和活病毒是不同的，可是 test kit 它不能分活或者死病毒，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 test 的那个 limitation， 所以不能分别，没办法了哈。Okay, Dr. said, what should we do if we're having fever on the 6th day during COVID period? Okay, you have to monitor. If you're still having fever more than 6 days, meaning 7 days, you have to go to CAC. 你一定要去 CAC 检查一下，为什么你会发烧到第7天？很多人在第5、第6天已经是退烧。明天你看多一下，明天如果是还在发烧的话，就去 CAC 今天晚上就吃一个退烧药，看看明天有没有解决掉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可能就是你身体的发炎的程度比普通人不一样，可能你是比较健壮的，你有时做运动的人，有去 gym 的人可能 fever 会久一点点这是你身体自然的，因为你比较强壮比较多肌肉，所以你发炎的情况会比较久。可是呢，超过7天也是要 check 一下啦，多数的人都会慢慢的好回的。好Dr. Seth 晚上好，如果发现阳性 COVID 如何分别重视哪一类Omicron 和 other？OK， 这个我之前的视频有说了，如果是 Delta 的话，呼吸器官比较影响；如果是 Omicron 的话，是喉咙影响到，所以咳嗽呢比较少呢，在Delta 咳嗽会比较多Omicron 咳嗽比较少。然后呢如果是 Omicron 的话呢，它是比较像伤风感冒 ，Delta 呢比较像呼吸困难的问题其他的一样就是他会发烧他会胃口不好他会累还有一点就是Omicron 的轻症的整身会痛头痛可是不比 Delta 的严重。然后呢 Omicron 可能你咳嗽有时会有血，很多人会complain我最近咳嗽咳到痰里面有血Omicron 会造成这一点，因为它是喉咙发炎尤其是早上你睡醒过后喉咙很干，你咳嗽一定会咳伤了这个我们叫喉咙的墙壁就会流血其实这是 Omicron 比较多，大概是这样子分别了有习惯喝酒的人是不是会影响身体的免疫力？当然是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呢都是从肝脏来的，肝脏、脾脏，然后我们的骨髓如果习惯喝酒的人呢，它会影响到肝脏功能。当肝脏功能被影响的话，比起其他人你不能制造抗体，因为你肝脏功能比较衰退，所以呢会变成你可能没有抗体或者抗体比较少。
所以喝酒习惯的人小心一点，你抗体会比较低的哦。Hi, doctor. We frequently use alcohol hand sanitizer. Most of the time, will this harm our health and body? Thank you. OK， 如果你是用 alcohol 的 hand sanitizer 的话，你皮肤会比较干燥。有些人呢对 alcohol 有 allergy 的话，你长期用的话会有出红疹啊。如果是你整天用 alcohol 的话，如果有伤口的话，这个地方可能会发炎，就是可能会变成我们讲的 secondary infection， 可以是那种 fungus。就是我们真菌感染，长久用会这样子。可是呢，如果是你一天只是用1、2次、3次是没问题的。可是，一天用10多次的话，你最好是用那种比较没有用到 alcohol 的比较好。或者呢，你要避免，如果你是用了 alcohol， 你没得避免的话，当你每天晚上就擦 hand lotion， 就是把它 moisturizer moist 回来把它弄你的手潮湿一点点，那就解决你的问题长期只是皮肤敏感，会造成皮肤敏感。我们叫 dermatitis 会的所以看看你可以选择那种比较好的嘛，比较好的还是但是没有用 alcohol 的，那就比较安全。我母亲呢是癌症者呢，不幸又确诊了，她是3月5号确诊的，已经11天了，现在还是2条线，还会传染吗？如果你妈妈是癌症病患，然后现在不是在吃抗癌药的，她不是在 active treatment 的话她如果是11天了，其实是已经是完全康复了，他应该是没有 symptom 了，他不会再传染人，不会。如果你妈妈是癌症者，然后现在在做 chemotherapy 的话，现在是在吃抗癌药的话，那要小心，11天过后还是有可能的。你需要告诉你的那个癌症医生，看看他说这个是你妈妈 OK 吗？给他 check 一下，才可以确定他会不会传染。所以有这个2个可能性如果你妈妈没有吃药，那11天过后是没问题。就可以出关。如果有吃药的话，需要专科看一看，才可以知道可不可以出关。OK， 确诊后2个星期后，喉咙经常还有痰，还会传染吗？不会我刚才说过，喉咙有痰是因为病毒薄弱期，它那个病毒呢死亡过后呢，尸体呢跟我们的喉咙那些细胞死亡的细胞呢，它会掺在痰里面一起吐出来，这是身体排泄这些不要的废物，就是那个病毒的尸体和我们的死亡细胞的那个尸体所以呢，这是普通的事情，它不会传染，OK。其实病毒呢，它要侵入我们身体的时候，它需要是活病毒，它需要有一个锁匙活病毒才可以制造活的锁匙，它还可以开门。如果是死了的病毒，那个锁匙是开不到门的。就算是它破碎的身体它是进入不到身体的。请问确诊后第11天泻肚子4天是正常的吗？这个泻肚子4天是最后的4天还是前面4天呢？完全隔离还是有伤风感冒，需要多久才会痊愈？大多数的人在2个星期里面全部symptom不见掉大多数人在2个星期里面全部symptom会不见。所以如果你是11天过后没有发烧，只是点点的轻微泻肚子，然后有一点点咳嗽伤风，你是可以出国离的。如果你是担心的话，戴mask做工的时候戴2层 mask， 1层布 mask 在外面，1层surgical mask 在里面那就可以把这个情况减低你对大众的那种尴尬或者是怕传染给小孩子按你的心下来了不会的，真的是不会再传染了。OK， 这个我要强调的 Doctor，I am COVID positive but only sore throat. Did I need to take antibiotic? 答案是不Jennifer no need Don't take any antibiotic because this is a virus. Virus don't use antibiotic. We use antivirus. That's why today I have shown you the antivirus which Paxlovid. Antibiotic is for bacteria， 就是我们的细菌。这是病毒不能用 antibiotic。不要吃 antibiotic。Test kit 一浅一深是不是 positive 还是 negative？ 答案是确诊。总之是有2条线，不理它一浅一深、两深或者2浅都是 positive， 它不是 negative 总之有2条线就是 positive。 Alright， 我想知道确诊过后2个星期我们衣服现在可以跟确诊的一起洗吗？可以因为洗衣服我们用普通肥皂都可以把那个病毒杀死的，普通肥皂都可以把病毒杀死，就算是洗手的洗手液或者我们的洗碗液或者是我们的肥皂都可以把这个病毒杀死。所以呢，答案是可以。